我是东海大学日文系4年级的许金凤。然后呢，这是我的，你不要那么拘谨啊，这是我的毕业专题。在这个 podcast 当中呢，我会采访3位嘉宾，然后分别分享一下他们各自都有不一样的经历，然后中间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、状况排除啊，然后他们的经验分享，跟想对第一次踏入，不管是线上教学还是什么实体教学的学弟妹们、同学们，人们，一些分享一些启示。好，我们欢迎第2位来宾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东海大学日文系3年级柯怡君，可以叫我柯柯。好，我们欢迎柯柯，耶。耶。那柯柯呢？他是之前跟我一起参加数位学伴，是我先参加，然后觉得这个计划非常不错，所以就后续有拉拢我一些同学进来参加数位学伴。然后呢，他是比较特别的案例，因为他在数位学伴的中途，怎么样退出了，所以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分享，可以告诉学弟妹们啊，或者是感兴趣的人，在他在之中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心理启发，或者是想告诉大家的话，这样。好，在采访之前，我想要介绍一下这个数位学伴的背景。数位学伴它是在学期初的时候会有一个简单的招募啊，我那时候是1年级在学校图书馆的网站上面看到，然后那时候看那个介绍影片，非常的有趣，就觉得我一定要加入。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线上教学经验，我就觉得这样教小朋友，而且大部分的小朋友都是来自彰化，从彰化来的。我们也是彰化人。对，我们2个都是彰化人。好，然后就觉得非常亲切，可以教自己家乡的小朋友，不管是什么科目，我都觉得很棒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。那个时候就觉得我一定要加入，但是因为1年级的我，数位学伴是礼拜6要培训，礼拜6要上很多课程，然后那时候礼拜6就没有空。所以就只能等到大2的时候，才可以加入。大2刚开学，我是在那个厕所前面，双一学院的2楼厕所，发现那个招募资讯，然后呢，我就顺理成章的报名上了。但是因为第一梯次我那时候有点太晚，所以只能挑别人不要的。他也是，你也是，所以我那时候第一次是教数学。然后一个文科生教数学实在是有点小灾难，而且我第一次的经验也不太好，就是那个妹妹本来前期非常正常，就是你一问一答一来一往都可以得到她的回馈什么之类的。然后我们去参加那个相见欢，所以学伴中间会办一个相见欢，然后我们一起去海滩玩，玩完之后回来，后续在线上上课就不理我了。我问什么他都不回答我。然后我们上课的模式是就是放简报嘛。一页一页，他可能会有手写板，然后就去写题目，而且又是数学，所以你一定要写。然后他就是默默的写，写完就自己换下一页。我简报甚至还没切，他就换下一页啊，就很扯啊。然后我就觉得第一次就给我一个这么挫折的经验，我觉得非常不 OK 耶。我也差不多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听这个柯柯的经验分享。好，反正呢，我第一次的数位学伴教学经验以不完美告终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就来进入正题。柯柯也是教数学嘛？那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教数学呢？这个契机是什么？其实就是因为国小的所有科目其实都算是还能比较 hold 住的。所以那时候其实也没什么能选。对。就是因为我也比较晚报名。我看我应该能撑住这个数学的场面，所以我就报名了这个数学的缺额。OK。Yes， 大概是这样。好，你对于你这个文科生，这个日文系学生，你教小朋友数学，你有什么期待？你有什么样的预期呢？其实我希望就是很正常，就是一题让我讲完，然后他懂了，就这样完美的结束。结果就是非常的不如预期，对，就是让我挫折的部分。OK， 那你觉得线上教数学困难的地方在哪里？
因为数学就是要写题目嘛，你要知道他有在写，然后那个手写板又写得很丑，哦，所以我有时候其实会看不懂他在写什么。看不懂他写什么。对，那你这个时候要怎么跟他说？请你再写一次。就是我会问他那是什么。哦，他就会告诉你这是什么，啊，你就对判断它对不对。对，原来如此。那你教数学，因为数位学伴它是会学校端是会给我们他们的课本跟习作，那你是用什么方式去备课？因为我自己的话是从中小学题库网上面抓人家的段考题目，然后给我的学伴写。我有点不太记得，毕竟2、3年前，而且我一半就退出。我记得我应该也是从网上抓题库，因为我之前也有当过朋友的妹妹的家教。哦，对。所以我有查过一些可以抓题库的地方。哦 ，Yeah，那数位学伴算你的第二次吗？就是传授知识给其他人的经验是第二次吗？对，应该是。然后那个家教是第一次这样。对。哦，OK。其实我还有一个经验，就是我大二大概上学期快过的时候呢，我就休学了。休学一开始我就先去一个补习班，就是叉叉补习班。OK。我就去应征，看能不能小打工一下。嗯。结果就真的给我应征上了，让我面试的时候还写那个学测题目，结果是教小学生。哦，教小学生，然后你写学测题目。Yes。然后反正我应征上了，结果这个经验呢也是不太美好，就是他就是1对1的教学，但是呢他没有时间让我备课，我在当天前根本不知道我要教什么。我要到当天去到那个补习班实体，我看那个小朋友的联络簿什么，我才知道我今天要教他什么。所以我就觉得，我如果教错怎么办？就是我误人子弟呀。然后我就在想说，这到底该怎么解决？我有先尝试询问补习班的主任，我跟他说明这个状况，或者是询问前辈他们是怎么备课的。但他们就是回答的很笼统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。后来我真的觉得没办法 hold 住这个场面，然后我就跟补习班离职了。哦，那你这样总共上过几堂课？大概1个月吧。上了1个月，然后是收钱办事这样。对。你是很好的这个国体教材哎。这样讲有点奇怪。那你那1个月是怎么撑过来的？每一堂课都不知道。当下才知道，有一些是帮小朋友改作业，盯着他写作业，教他不会的地方，这些我都觉得还可以。这就说到另一个问题，就是有一些学生他就是很聪明，他很聪明没错，但他就是不想写，我就会很害怕。我害怕他不写的话，主任就会就是进度没有完成什么的，他就定你。对。Oh my god！ 所以压力给到老师了。Yes， 就是我。那面对这种不想写的学生，你最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我就是软磨硬泡啊，就是用我的苦情攻势，就是说，拜托啦，我就是来打工的。哦，你这么诚实，这么诚实啊！对啊，就是求你写一下嘛。那一个比较聪明的学生，我就尝试询问他的兴趣啊，然后跟他有话题，最后他还是有乖乖照做了，所以我很欣慰。哦，所以就是攻破对方的心房。Yes。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哎。对。所以你这一整个月补习班就是这么熬过来的。对。那我们回到数位学伴。因为我教的第2个学生，他也是像你说的，是那种比较聪明，没有，比较聪明的学生，但是他很乖。他就是题目就是会乖乖的写，然后不会也是会问，然后我准备很多。就不想让他们有太多压力，因为他已经上完一整天的课，然后又来参加数位学班，我想说就让他轻轻松松学知识就好了，不要给他太多的压迫，对，去让他强制写题目啊之类的。我就准备了很多学习课外活动，像是什么成语填填看啊，还有看影片，听音乐，这样嘛，让他小放松。OK。所以我的那位头脑好的学生比较没有像你一样不受控这样。好，那因为我第1位数位学伴的学生他是
后期就不开麦克风，他就是在荧幕的另外一头沉默，真的很难办了。那你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的话，你会？你是说就是都不说话，你叫他也没反应。对。那我可能会想跟比如说老师说，或者是那位学生的老师说，必须要让他有压迫感嘛，就是面对老师的态度也是应该要有的。对。所以你就会选择联络老师。对。我记得我当初好像也有吗？数学学班在电脑教室上课的时候，因为我们都是统一在电脑教室上课，然后一整间教室大家同时上课就非常的吵。然后那时候受训的时候，代班老师有说，就有遇到问题都可以随时请代班老师来协助。我那时候就请代班老师过来，然后他们就说啊，他没有要上课吗？怎么会这样？然后就去联络对方的老师。好像也没有得到一个相应的解决方法，就他后期还是继续沉默啊，然后就变得我在一个人唱独角戏，我1个半小时吗？差不多吧。对，1个半小时，对，没错。都在那边。那我们看下一题哦，这一题写完有什么问题吗？那你要看影片吗？哇，就是这样。真的很想教训他。这个要剪吗？你想教训？很想好好教教他这样。好，那在你整个数位学伴，也不能说整个吧，半个数位学伴的教学过程中，有哪一次的挫折感让你觉得这有点超出自己的负荷了？就是我第一次教的那个小学生，他就是我们数学学班不是有小朋友有分几颗星之类的吗？就是他是那种大魔王等级的。然后呢，我第一次上课前还想说应该还好吧，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夸张。结果我完全 hold 不住，他就是一直问课外的问题啊，然后不写题目啊，然后算不出来啊。算不出来我是觉得还好，但是我就是教了很多遍他才听得懂，所以我就觉得蛮挫折的。我觉得这也是线上教学的一个弊端吧，你没有办法真的站在他旁边看他当下的问题是什么。你就只能在荧幕后面就说是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还是其实是我们不会教？发现问题了。Yes， 就是这一部分让你觉得我真的撑不下去，我必须要找一个代替我的人，对，比我教的好一点的人，这样吗？没有，我那个时候就只是想找个替死鬼。呀，你不能说。好，那你因为不太好的教学经验，你决定中途退出。对。那你内心挣扎的部分是什么？然后你身旁的，不管是代班老师啊，还是数位学伴的单位老师，对你有什么帮助或者是启发吗？就是我那个时候要退出，我就先跟应该是单位的老师说，然后我就问他说，如果我想要退出的话，是可行的吗？就是我先问能不能，如果不能就算了，我就继续默默埋头苦干。但是他就说，如果真的没办法的话，就是要找可以代替你的人，继续教这位小朋友，就是这样是可以的。所以我就在迪卡上面，就是有发文，然后寻找一位，然后叫他去跟那个老师联系。然后呢，老师说 OK， 这样就好了，我就退出了。就是这样。原来是这样。那你有一个内心小小挣扎的部分吗？就是失去这份薪水。我觉得有点小可惜，毕竟就1个礼拜1次，然后就可以拿到钱。这就是内心小小不甘的部分。对，就是有点觉得为什么其他人的小朋友都那么好教之类的，然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公平。不公平。好吧 ，OK。那你现在回头看你当初的教学，你会觉得教数学这件事情，这一门科目会让你觉得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吗？高难度吗？如果说是国小的数学，其实我觉得还可以。还可以。虽然我是一个文科生，而且当年学测只有3几分的文科生。数学。OK。对，但是国小数学还是可以 hold 住的。至于说为什么觉得可以 hold 住吗？就是因为
相对国中、高中来说就是比较简单，所以压力就不会那么大。选数学我觉得其实还可以。所以国小数学对你来说是比较还可以 hold 住的，对，还可以撑住的阶段。对。那如果可以重来一次，回到教数位学班，在选择小朋友之前，你会希望在教学前先给自己什么样的心理建设？心理建设嘛，就是告诉自己不要半途而废，看看能不能找到解决的方法，就是撑下去就是你的。薪水就是你的了，对，就是这样。教学经验也是你的了。对。OK。那对于数位学伴，就是因为你是后期踏入，所以你没有选择科目的机会。对。那如果真的像你遇到这种情况，就选择到真的不太幸运被排到自己不擅长的科目，你会给那些人，对，你会给那些人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想说的话？想说的话就是下次要提早一点，提早一点，就是可能要早一点去找那个资讯。对。但你如果真的不幸被排到了，你就必须得要面对这个情况。那我可能会觉得就努力一下，就撑过去。撑过就是 OK。对。好，那数位学伴的部分就告一段落。OK。接下来呢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刚刚有说是数位学伴前还是数位学伴后？是前，就是我在升大学的那个暑假。你有当家教？对，当朋友的妹妹的家教。那你当你朋友妹妹的家教是教什么科目？我教她英文，社会。很多的意思哦。对，英文、社会，应该还有国文吧？国文吧？为什么是用吧？因为我有点不太记得。所以就是有学测科目，然后他不太擅长吗？还是为什么你会选择？是对方开条件让你选，还是怎么样决定这些你要教这些科目的？就是那个时候，那个妹妹就是一个英文很弱的人。然后她也不是很想学英文，但是英文又是非常重要的科目。对。所以她妈妈就是很烦恼啊，刚好我英文就是比较拿手一点，拿得出手。OK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可不可以赚个零用钱这样？然后我就跟他妈妈说，那可不可以让我试试看？对，然后就是试教一下，就帮他解题呀，让他问问题之类的。那个时候就是那妹妹就是要考会考，所以那个时候我是教国中生，然后她要考会考了，所以就是努力加强一下。那你这样跟数学学伴对比是两个极端呢，因为你家教的话就是擅长的科目，所以数学学伴就是不擅长的科目。那你在教你擅长的科目的时候，跟不擅长的科目的时候，你的心态有什么不一样？就是教我擅长的，比如说英文、社会，我就会觉得得心应手，然后比较有自信一点。我自己就是也比较懂得要怎么教这个科目，要怎么跟他解释这是什么东西。那还不错哎。对。这个妹妹最后考得好吗？这我们先别说好了。那妹妹她自己的那个态度呢，是很认真求学的吗？就是老师教都会很努力学，还是就？应该算是就跟普通人一样吧。说我很认真嘛，但也还好。说我不认真嘛，但也没有到那么差，一般的普通的国中生这样。那你觉得你是一个严厉的老师吗？你会出作业给他写吗？或者是逼他，你这一题一定要给我写完才可以下课之类的？我觉得我完全不是一个严厉的老师，我就是一个软趴趴的家教小老师。OK。对，然后我虽然会出作业给他，但是他要不要做，就是我完全没办法控制。而且又是他最讨厌的英文，所以他一定不想做。可是你收钱办事对啊，我就是想说为了他好，为了他的成绩，我还是会一直督促他，但是就不是很严厉的方式。所以就是看他要吸收多少，就是个人造化嘛。对。OK。那对方妹妹的家长会很关切妹妹的学习状况吗？他会来问你吗？还蛮关切的，就是会问我说他写考卷啊，比如说他会拿讲义给我，然后我帮他改嘛，然后再解题，我就会发现他的状况是如何。就比如说他这个单元错很多，那我可能就知道他这个单元这个题型对文法比较弱，然后我可能就会比较注意这一点。
但是家长可能也不知道这个文法是什么东西，所以我就会总结一下大概是怎样，跟他父母解释一下。哦，对，就是算是还蛮关心小孩的，所以父母的态度就是比较积极的。希望小孩变好这样。那你家教的经历总共维持多久？经历大概有个半年吧。半年。对。所以你半年就是一直不断的出题做题，写讲义。对。就大概是这样。对，然后印讲义给他。因为那一段时间好像是升大学的那一年有教，然后我休学那里也有教。哦，所以是分2段。那你在之前经历过的这2段家教经历中，你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？印象深刻就是比起在补习班当老师，我觉得家教比较好。怎么说？就是你可以自己自由的备课，你想教什么就教什么。然后呢，但是前提是你要遇到一个跟你合得来的学生跟家长，然后呢，他们开的条件你也能接受。补习班就是完全跟着学校进度。对，或者是超前学校进度。哦，对。对，补习班都这样，然后我就会觉得那些补习班的小朋友真的是太可怜了，都要一直写功课。对啦，这就是父母把小孩送到补习班的用意啊，就是超前学习。对，真辛苦的朋友们。那有没有家教的经历当中有遇到那种就是连你也不会的题目？连我也不会的题目吗？通常我是会先备课，我不会在学生面前说你不会。对，备课的时候，如果我真的比较有点印象模糊，有点忘记的，我就会先查一下那是什么。比如说，如果是一个考卷或者是讲义的话，我会先看那个解析怎么说。比如说选这个答案，为什么要选这个答案？对。但是有时候解析小朋友也看不懂，我就要解释那个解析是什么意思。对，然后如果我弟也不知道，就是我会诚实的跟他说，我先查一下，再跟你说。好。就是我不会说硬要说这样。你会先弄清楚、搞清楚那是什么，再跟学生解释。但通常我会先搞清楚再教他。OK。对。好，那谢谢你的数位学班跟家教经历的分享。希望这可以带给学弟们一些启示跟帮助。不管你是想要做教学啊，还是教小朋友，希望科科有带给你们一些帮助。好，谢谢科科。不客气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